不得不说，这一幕简直太美了。但事情并未结束，怪兽突然从上面跳下来，直接朝着瑞斯攻击。可瑞斯也不是吃素的，他起身就用神之利眼狠狠反击怪兽。让他想不到的是，这只变异族居然有治愈能力。众人顿时被这一幕整懵逼了。恢复过来的他竟还想反击，瑞斯见状直接追着他就是一顿输出，可最终还是被他给跑掉了。大战结束后，警方也是卡点来到现场。小法师见状，直接开启隐身功能离开。回到租屋后，他们一起探讨了变异族出现的原因。此时，地球大多数的地方已经遭遇袭击，而且还伴随着地震。瑞斯觉得这次的事情不简单，所以他才过来寻找瑟西两人。为了弄清这一切，他们决定去寻找曾经的伙伴。于是第二天就开始出发，前往离他们最近的南达科他州，寻找永恒族的首领奶妈。可当他们来到奶妈的住处时，却发现大门是打开的，而且怎么呼喊也没有人回应。敏锐的瑟西顿感大事不妙，于是他便从后门出来查看究竟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在房屋的20米内竟躺着一具冰凉的尸体。当瑟西来到旁边时，却震惊地发现那人正是他们要寻找的奶妈。此时的他已经被石化了。瑞斯一眼就看出是变异族干的，难怪那只怪兽有治愈能力，看来它具有吸取能量的功能。首领的突然离去让小法师很是难受，于是他便发誓一定要干掉那只变异族。此时的瑟西也陷入悲伤之中，在他要离开的瞬间，电灯泡突然不受控制的闪了起来，随后关闭。接着首领佩戴的项链缓缓升起，这可是能够联系到天神的配件，如今居然认瑟西为主，并且还主动联系到天神。一时间他陷入了一个虚拟空间，也见到了传说中的天神。天神告诉他时间不多了，另一位天神即将要诞生。瑟西从幻觉中醒来，久久回不了神，在小法师的呐喊下，他才缓缓醒来。接着他便把刚刚的那一幕全部告诉瑞斯两人，可瑞斯却难以相信这些无法事实证明的话，还说起了曾经的故事。在他们融入人类生活的1521年，因为永恒族的诞生让他们过上了饱满的生活，因此人类的野心也逐渐贪婪起来，并且还发明了猎枪互相残杀。为了得到更多，他们选择用屠杀同族的方式抢夺资源。而且当时的雅典娜突然被一种能量控制了身躯，还召唤出武器对瑟西大打出手。如果不是马卡瑞的抢救下，恐怕瑟西早已陨落。他不但打伤了瑟西，还击倒毫无防备的黑格。在他要下死手的瞬间，幸好马卡瑞及时过来把他给推开，可也因此被雅典娜刺中了腹部。不过好在还剩下一口气，起身的雅典娜居然还想补刀，却被突然起来的手掌挡住。来者正是他们的首领奶妈。看到这一幕的他迅速用法力将雅典娜给唤醒，在奶妈的法力加持下，明显有了效果。本以为事情会顺利发展时，突然一声枪声惊醒了雅典娜体内的力量。面对身手敏捷相同刺客的雅典娜，她根本招架不住，最终被一剑狠狠刺穿肚子。马叔见状立即过来保住自己最好的搭档，但同样被雅典娜挣脱了束缚。被控制的雅典娜六亲不认，见到谁就朝着谁出手。马叔看到这样的他，最终忍心下重拳，狠狠把雅典娜给打晕。回到部落后，众人才发现雅典娜是中了陨魔症，而且这种症状根本没有治疗方法，就连首领的治愈能量都毫无作用。当雅典娜醒来时，她已经记不清刚刚发生的事情。奶妈告诉她得了永魔症，目前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将其治愈，只能清除掉她生前的所有记忆，让雅典娜重新开始。对此马叔也很无奈，可雅典娜不想忘掉自己的记忆，于是奶妈便开始给她洗脑。但这时的念力师却不乐意了，他觉得奶妈的命令是错误的，根本不配当他们的首领。接着他便控制在下面打斗的人类，一时间所有人类全部被他控制，而且还把武器都丢在地上。就这样，他带领人类离开了永恒族的控制。奶妈见状也无可奈何，看到发生这一切的马叔，便提议和雅典娜生活在一起。这样做就是为了保留雅典娜的记忆。奶妈这时也提出了解散，让他们融入人类的生活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。瑞斯听到这些话，顿时感到很诧异，他不敢相信这种话居然能从首领口中说出。Now the right time come my way.